世界上最匪夷所思的10个魔术揭秘，空中漂浮在本期榜单，都只是小菜一碟，最后一名甚至欺骗了几亿人。你相信真的有人可以把手机塞进完好的瓶子里吗？或是把勺子像这样不可思议的平衡住，真的能实现吗？人真的有特异功能，可以用意念弯曲勺子吗？这些不可思议的魔术，就让阿军来撕开他们伪装的面具吧。请一定要看到最后，会有惊喜。那么，点赞订阅，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旅程。第10名，变纸牌。注意看，你现在看到的是梅花八，但魔术师在双手未接触纸牌的情况下，变成了黑桃 K。你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吗？其实，秘密就藏在他手上的戒指里。首先，戒指是金属的，然后他可以在梅花八的背面藏一颗磁铁，再用胶带粘好，接着再装模作样的盖上，此时梅花八就有了磁性。再用手经过附近的时候，就可以很轻松地吸在手掌上了。是不是很简单？赶紧学起来吧。第9名，勺子平衡术。正常来说，勺子头部的重量肯定是要比尾端更重的，所以如果把尾巴放在手上，铁定是会掉下来的。但是如果将勺子的尾部和纸钞摩擦一下，将会发生神奇的一幕。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你看到了什么？勺子竟然不可思议地定住了，这难道是所谓的摩擦产生的吸力？其实这是魔术师耍的小把戏。尽管他用手证明周围没有线连接，但问题不出在线上，而是魔术师的戒指上。没错，那个戒指其实是磁铁，纸钞盖住后依然可以吸附住勺子，这才产生了这样的平衡错觉。第8名，纸牌复原。注意看，魔术师将签名写在纸牌上，证明这是独一无二的纸牌，没办法变出别的纸牌作弊。然后他将纸牌折叠起来，撕碎它。接着用笔做了一些奇怪的动作，魔术师打开后，纸牌居然完好无缺。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很简单，魔术师签名的纸牌后面悄悄的还藏着一张，这样他将纸牌经过2次折叠后，只再次打开需要撕掉的纸牌，并捏住折好签名向观众展示，接着就可以在假纸牌的掩护下撕掉纸牌。但其实签名纸牌是完好无损的，在打开纸牌的时候，将撕掉的纸牌藏在手后面，就可以完成这个魔术了。第7名，手机穿过瓶子。魔术师先让观众喝光瓶子里的水，证明这是完好的瓶子，还对着镜头向观众展示瓶子并没动手脚。接着他盖上瓶子，封闭整个瓶身。他拿过了另一位观众的手机，证明这是真实的手机。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手机一点点地穿过塑料壁，最终完全进入了瓶内。观众们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简单到3岁小孩都可以。说到底，魔术师使用了特殊的设备，在他的手指上套着特别锋利的刀片。当他拿过瓶子展示时，可以很隐蔽地切开一个足以让手机通过的口子，接着他就只需要假装念动咒语，完成这个不可思议的魔术了。第6名，意念弯勺子。心灵魔术是一种很棒的表演，可以让观众见识魔法的力量。但你只要揭开了真相，就会发现这样的魔术很容易表演，而且不需要太多东西就能做到。首先，魔术师会向观众展示一个普通的金属物体，之后魔术师用一只手拿住，开始集中精神地看着物体。看起来魔术师正在使用他的心灵力量，观众看到物体神奇地开始弯曲，
很惊人，对吧？接下来将会揭开这个把戏。其实这个勺子本来就是弯曲的，它给观众展示的勺子其实是单独的勺子尾部，它只需要将它们捏在一起，再掩盖住真正被弯曲的勺子，然后装模作样的弯曲那个单独的勺柄，就能产生这种视觉错误。第5名，空中漂浮。接下来你将会看到一场神迹。在这些漂亮的女孩给魔术师充电后，只见她一个不小心就给飘了起来。是的，这哥们是真的飘了。女孩们拿着铁矿绕过魔术师，证明是没有钢丝或者其他吊起魔术师装置的。从另外一边绕过，更加证实了360度都没有辅助装置。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你可能会认为魔术师脚底安装了磁悬浮装置，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毕竟磁悬浮成本可不低，用那玩意可能会亏本的。问题关键在于墙壁的背后，仔细看的话，有一个小的布帘可以打开，背后藏着一辆叉车，这下就容易理解了。叉车前壁安装有磁铁，然后穿过帘布，魔术师背后有一块大型金属板，就算成年人的体重也能手到擒来的吸附住。叉车司机收到指令就可以将魔术师抬起。那么为什么铁矿穿过没有露出马脚呢？其实铁矿中间有一段是泡沫做的，经过时会刻意放慢速度，确保穿过泡沫部分，然后司机将魔术师放下，完成这个魔术。第4名，变割魔术。达西奥克可能是本世纪最厉害的变割魔术师，他将会在英国达人秀上演惊人的变割魔术。他首先拿出一根羽毛，点燃它，然后从燃烧的羽毛中神奇地变出一只鸽子，接着他立刻将那只鸽子变成了2只，并把它们放在笼子里。相同的，他用另一根燃烧的羽毛又拿出一只鸟，从那只鸟那里得到了一个蛋，从蛋里又变出一只鸟。接下来才是最难的，他拿出一张纸，烧掉它，然后无中生有的拿出一个笼子，甚至还把那个带有鸟的笼子顺便复制了一份。更加精彩的来了，他盖住桌子上的鸟笼，突然间一个女孩从笼子中出来，从而结束了这个著名的魔术。那全部这些魔术是如何完成的呢？跟着阿军，让我们揭秘它。首先，他拿出一个小羽毛，并点燃它。这个羽毛由一种被称为闪光纸的特殊材质做成。闪光纸常被魔术师用在魔术中创造强烈的火光来掩盖魔术手法的瞬间。达西奥克利用闪光纸燃烧的瞬间，抓住了连接鸽子的一根看不见的线，并迅雷不及掩耳地从他左手口袋中拿出那只鸽子。现在来到变出另一只鸽子，你应该猜到了，是的，他隐藏了另一只鸟在右侧的口袋里。我们看这一帧，他似乎做出了抓线的动作，然后拉出它，并把鸽子藏在另一只后面，创造了将其变成2只的手法。继续，那个蛋和那只小鸟从哪里来的？如果你仔细看，他手里已经有一个蛋了，他可能是在之前从他口袋里拿到的，然后从他的一只手滚落到另一只手，而且并没有鸟从蛋里出来，通通都是来自他的口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他向左转，在那时隐藏了他左手的位置，并在那时偷偷拿出了鸟，然后他用另一只手遮住。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鸟的尾巴。要拿到那只鸟，他只需敲开蛋壳，将其丢到地上，在慢动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到笼子环节，如果你仔细看，你会看到他的右手有一刻放在后背，就在这一刻，他把折叠笼子藏在了右手的袖子里，然后在闪光纸的掩护下，他拿出那个折叠笼，并瞬间将它展开，变成正常的笼子。接着鸟搬到了那个笼子里，魔术师再变出了关有鸟的相同笼子，他用了相同的手法，再次从背后拿出折叠笼子，并使用闪光将其变出来。
现在你估计在想，笼子里怎么会突然出现另一只鸟？对此，他使用了装有鸟的折叠笼，并且里面的鸟也是假的。你可以从这里看到，鸟是一动不动的。最后，他从桌上的笼子中变出一个女孩，这也是很简单的。首先，他用一块黑布遮住笼子，你可以看到，笼子实际上比正常的要大上许多，里面是带有隔间的，前面部分是笼子，后面隔开部分就是一直藏在里面的女孩。不得不说，这确实是精彩的魔术。第3名，宾利秒变兰博基尼。不管是宾利还是兰博基尼，在普通人眼里都称得上豪车。然后接下来，魔术师却可以自由变换它们，并且还能把照片里的美女真实的变出来。他把照片放进宾利里，然后他要求助手盖上红盖头。紧接着，他开始施法，助手也同步地抬起了红布，红布随风飘扬，好像就真的有魔法一般。然后当布被放下时，明显看出车的轮廓改变了。揭开时，真的出现了2位美女坐在兰博基尼里。那么，他是如何随心切换座驾的呢？其实，他前面放照片到车里，只不过是障眼法。真正的兰博基尼和美女竟然一直都停在那里，只是被宾利给挡住了，并且宾利里是藏有驾驶员的。当他做施法动作，然后让助手拿起红布，其实也是为了让宾利离开现场的掩护。有助手会用道具吹风，把红布吹起来，不停摆动，远离宾利。这样宾利离开时，红布上的影子就不明显了。接下来，助手会向后走2步，把红布盖在兰博基尼上，就能完成这个魔术了。第2名，空中飞行术。克里斯·安吉尔是一位著名的漂浮魔术师，他将在观众的眼皮下从一栋建筑悬浮到另一栋建筑。你能猜出这个魔术的秘密吗？其实，当我们在屏幕前看这个表演时，感觉是相当惊人的。但这个表演需要很多准备。首先就是需要一台大型的起重机，通过使用细线把克里斯带着绕过那些建筑，从而创造了悬浮的幻觉。这些几乎不可见的细线连接到起重机，再加上当时天空阳光充足，只要拍摄角度合适，基本不会穿帮。你可能会想，在场的观众怎么没注意到巨大的起重机呢？有这样的想法是合理的，但他们全都是付费的演员，并没有真正的观众在场。所有那些看起来惊讶的人，只是完美的展示他们的表演技巧罢了，目的是为了让魔术更逼真。第1名，人体切割术。注意看，这个魔术师走进箱子，并要求助手把自己双手双脚锁起来。魔术师只有30秒的逃生时间，他能逃走吗？你看了标题，肯定知道是不能的。好了，魔术师变成了2个1/2魔术师。那么，村里的人真的要去他家吃席了吗？或许你会说，现场都没有血迹，肯定是假的。那必须的呀，毕竟是魔术，那他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来揭秘它吧。当魔术师进入箱子时，你可以看到另一半箱子并没有出现他的腿。没错，他的腿其实在底部的支撑架里，这个架子很大，足够容纳人体的1半。他只需要将脚伸进去，露出上半身趴着即可，而另一个替身则把上半身放进支架里，只露出腿。最后再装模作样地盖上箱子，箱子的中间有很大的间距，完全保证不会被误切到。第0名，渡劫事件。这段视频大概发生在2018年，当时在上海东方明珠，有人拍到悬浮在半空的人影，好像再度雷劫，闪电劈在他身上，却毫发无伤。然后在广州海心沙的上空也出现了相同的画面，天空电闪雷鸣，空中隐约看见男子漂浮，雷电劈下时，周围人发出惊讶的喊声。可能有人会想，这是真的在渡劫还是魔术？
其实说是特效更恰当一些，这些视频其实都是为了给一款名叫《轩辕某奇》的游戏做的营销。现场你听到的观众惊呼声也都是演的而已，所以这也算是镜头前魔术的一种。以上这些魔术你都学会了吗？哪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呢？或者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订阅支持阿军。最后感谢你的观看，让我们下次再见。